记下来，你的冤魂可别来找我呀！我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纪晓岚为了让证人们指证贪官污吏，特意每天去给他们送饭，可是没想到竟被一群杀手给盯上。这群人趁着老纪他们吃饭之时，用柴草将小院团团围住，随后就一把火点燃了这里。为了防止纪晓岚和证人逃跑，齐苏图早就在外面埋伏了大量的弓箭手。小月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急忙夜闯皇宫，希望皇上想个办法拯救他们。然而乾隆却让他稍安勿躁，生死不明就不用着急了，小月呀。这天下除了朕能取纪晓岚的脑袋，那朕还不信这火龙王还能取了他的命不成？与此同时，和珅也是一整晚都没休息。在从刘全口中得知纪晓岚被活活烧死后，内心不禁感到无比凄凉，嘴里不停地念叨自己跟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，还让纪晓岚的冤魂不要来缠着自己。第二天一上朝，乾隆就询问宅院失火之事，顺天府和刑部急忙推卸责任，全都表示毫不知情，这让乾隆勃然大怒，指责众人将不知道这3个字当成做官的法宝。随后他又询问起和珅，可是没想到对方早就想好了说辞。和珅表示前天上奏药房失火一事被您责骂了一顿，所以今天不敢再把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拿到朝堂上来说。老纪说对了，他就拿这话堵我呢。乾隆对此十分无奈，只好将此事接过。随后他又突然谈到了打仗。朕自登基以来，西平、准噶尔、大小金川、南定、台湾、缅甸、安南，年年征战，年年花钱。乾隆说这番话其实是想把话题绕到银子上来。他跟大臣们诉苦，说自己准备再次远征安南，可现在还缺100万两军费。乾隆希望大家踊跃捐款，可是没想到堂下却是鸦雀无声，这让乾隆感到无比失望，不禁感叹自己真要成孤家寡人了。说罢就准备下班。退朝吧！有钱，万岁爷，有钱呐，就看您愿意不愿意拿了。和珅见纪晓岚又活过来了，不禁感到无比的震惊。乾隆也指责老纪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实在有失大臣之意。纪晓岚急忙解释说，自己昨晚差点被歹徒烧死，幸亏提前在小院内挖了个地道，否则就没机会来替万岁爷排忧解难了。来，纪爱卿，你说你的钱在哪儿呢？钱在万岁爷亲戚的家里。乾隆立马跟老纪唱起双簧。国家这么缺钱，那国家的钱怎么的就跑到私人的家去了啊？除非他贪赃枉法。纪晓岚也心领神会，当即说出是内务府的齐家，这可把齐苏图吓破了胆，急忙下跪喊冤。乾隆于是让纪晓岚拿出证据。臣要是拿出凭据来，您是办还是不办呢？皇上，您听清楚了吧？纪晓岚这话有要挟之意，属大不敬啊！被纪晓岚逼到这个份上，乾隆也只好当着百官的面重申自己惩治贪官的决心。而和珅的内心也开始泛起了嘀咕：好险啊！皇上老纪是不是在唱双簧？幸亏我没多话。随后纪晓岚就将证人全部喊了进来，这些工匠对齐苏图是如何巧立名目偷工减料，以及大吃历年的工程巨资再为清楚不过了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纪晓岚又拿出了1枚内务府的库银，这锭官银正是齐苏图假装出殡时意外丢失的。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齐苏图再也无话可说，当即祈求乾隆看在齐家祖宗的份上饶他一命。然而乾隆刚才已经立下重誓，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管家而食言？当即摘去了他的顶戴花翎，并将齐家所有财产全部查封进国库。而何胖子此时不仅不替齐苏图说话，反而还落井下石。皇上，有关齐苏图侵吞库银之事，奴才正有重要的证据向您禀报。和珅口中的证据正是几天前齐苏图贿赂他的赃银。下朝后，几个大臣就聚在一起议论此事，有人怀疑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也有人觉得是皇上跟纪晓岚早就商量好了。可和珅却不置可否，因为他可不敢随意透露皇上的心思。伴君如伴虎啊，吓人呐！与此同时，银妃也用上吊来逼迫乾隆，希望他收回成命，饶过齐家。然而乾隆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嫔妃就放弃大清的江山社稷？在最后摸了一下心爱的银妃后，乾隆就毫不留情地离开了。银妃在万念俱灰之下，只好悬梁自尽。随后官兵们就挖出了齐家藏银子的棺材，里面全是数不清的金砖和银元宝。查抄完齐家后，纪晓岚就火急火燎地赶来赴约。由于他迟到了，和珅于是提议让他把装疯卖傻的劲再学一遍。可是没想到纪晓岚不仅不承认，反而还把锅甩到乾隆身上，说皇上才是装的最像的，因为在朝堂上演的那出借刀杀人实在是太妙了。假装是话赶话，被老纪给逼到这个份儿上了。其实那是借老纪的刀收拾齐家的人。哎，伤心呐，落泪呀，要杀自个儿家人舍不得了呀。其实是一箭三雕。一是把齐家人给处置了，第二嘛，军费的钱也有了着落。至于第三，则是可以把过错全推到纪晓岚一个人身上。可乾隆却表示自己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小人，小人，小人，叮当叮当，海螺烧香，精米细米，放屁是你。